重点就是他记性很好。我去日本签售的时候，然后他一看见我，他一看见我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是中国来的，我知道。”然后我说我也知道你是洛阳的。然后就是尬聊，真的很尬聊的这种。但是就是，然后他又回那个成都签售过嘛，在成都的时候，我说欢迎你回中国，他然后一说也欢迎你回中国，他就已经记住我了。所以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粉丝很多的，你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粉丝。UNIQ 这个团体是个很火的团体啊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一出来太顺利了，粉丝也很多，在那个北京机场接机的也很多，在韩国送机的也很多，就是那种比较出名的团体了已经感觉。然后就忽然之间，小孩们都觉得自己是能出道很成功，然后就可以就是从此就作为团体来的，不到处表演的了这样的。结果没有真的没有多长时间，限韩令就出来了。我觉得公司对他们定位也不对，应该先在韩国好好发展。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打榜在韩国都是头一二名的，就不输给任何一个团体。然后他们太急着开不拓这个海外市场了，到处办那个演唱会啊什么的，就是那种叫歌友会吧，算比不上演唱会。我觉得有点急，然后韩国的基础就没打好。那个时间，王一博其实我觉得他是有又说到催泪的地方了。就我们最开始中国的那个粉丝群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官方的群，我们是自己组的那种群，然后就一起追活动的。我的群里面大概有500个人，就是满的，整个一个微信群是满的。然后就是限韩令出来半年，他们就各自该回韩国的回韩国，然后该发展的发展呢。然后我们群就这半年就走到真的只剩35个人，而且这35个人也不是说就是只喜欢王一博的，这35个人里面有很多都是喜欢别的那个明星的，就是那个团员的。那个时间王一博其实我觉得他是有那种，因为他太小了，那时候他有点不能接受这种情况，就是觉得好像因为以前呢接机送机真的人很多啊，然后他就像小孩一样很开心的蹦蹦跳跳的那种，也不像现在这么枯干。我变得黑但是后来就是真的是接送机只有2-3个人，我每次去就只能见到这2-3个人的脸，有好多脸。然后他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就是他说了听相声的那段时间吧，他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，大概有那么几个月，王一博是整个就一点通告都没有，他就每天就是在家里面待着。我们当时有一些还是团粉的就很着急，我们去乐华也找过的，但是乐华当时给我们的消息就是你们他们团没有解散，但是什么时候能有公红演出的舞台我们不确定。天天小兄弟也是轮不到王一博的，本来是另外一个人，也是团里面的，我就不说是谁了。但是那个人呢，他签了另外一个，他没有看中天天向上，他觉得没意思，可能或者是他就去签了另外的一个综艺合约，所以才轮到王一博去竞选这个天天小兄弟。然后他去的时候其实也是，你看其实跟他同期去的有很多都挺厉害的，然后他不是属于里面会说了，但是他特别努力，因为他真的没有工作意味着他没有收入，他还欠公司钱的时候，他欠公司的钱呢，然后要感谢何炅这个事情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家芒果之蜜，说是汪涵在这些小孩里面呢，他其实是看喜欢王一博的，但是同时有几个他又觉得可能更合适。然后在那个后台就大家其实是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这个问题，然后那个就也有导演在一起吧，然后那个何炅老师就说王一博上过那个快乐大本营，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挺好听，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就是叫什么业务能力也很强，说天天向上小五走了可能需要这么一个人，就是何老师说了
帮一博说了话。后来我觉得其实汪涵对他也是有好感的，就是汪涵自己应该也是偏向于他的，因为他很喜欢那种话少的，然后又很努力的人。就王一博在那个节目里面真的是已经是很努力了，他还真的不爱说话，不是那种很喜欢出风头的，但是他已经很努力的举手回答问题去表演。所以后来汪涵就定了王一博，这又是情就，而且但是当时是还没有那么确定，所以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就是没有名口的，可以会去考古。就是那一段时间，他虽然在舞台上只剩下他一个天天小兄弟了，但是没有说他成为其中的一员。然后这段时间就是王一博只有天天向上的时间，也有那么2-3个月到可能更久。他就每一次我们去机场送他的时候，就是他比原来要开心了，因为他有工作了，他像上班族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们能看到他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面是有点担心的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主持人。他刚开始去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每一期都能看出来他特别忐忑。就在机场的时候略有心事，但是看到我们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的，就像表演给你看了一样。所以我现在是上班族了，我1个月要录2期节目。好吧，他会在那2期，就是只有1个月只有2期在机场都能看到他就会把自己打扮的特别精神，特别帅的那种，就是营业给你看。就虽然我没有舞台，但是我可以营业给你们看。所以他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他拍了好几部电视剧，都是通过汪涵老师，然后还有湖南卫视的关系，他天天向上给了他一个特别好的平台，让他至少可以有戏拍，虽然不是什么大制作啊。因为乐华真的不做人，乐华没有帮他争取到什么东西，我觉得除了天天向上这个机会，本来也不是给他的。所以后来他们并不是保证说你一定能演男主角，但是去让他试镜，然后也去向导演催降。